朕这是在哪里？小猫咪生下来就是要被妈妈吃掉的。朕怎么会来到贵妃的宫里？还有，贵妃的嗓子怎么能夹成这个鬼样？娘娘，皇上的赏赐来了，整个后宫就属娘娘的赏赐最多，皇上肯定最喜欢娘娘。小猫咪，你觉得呢？皇上喜欢我吗？朕觉得朕不喜欢你。你父兄都是权势滔天的大将军，你又宠冠后宫，朕每晚睡觉都在担心朕的江山易主。瞧，墨竹，你看小猫咪都不屑呢。娘娘，小猫能懂什么呢？墨竹，看东西不能只看表面。皇上送我赏赐，本意是为了安抚我的父兄，让他们安心。至于喜不喜欢我，那些都不重要。朕没想到向来嚣张无脑的贵妃，看得竟如此透彻。大胆！但此时此刻，朕只是一只狸花猫，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。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！张生宝，皇上有什么吩咐？去把贵妃的赏赐。不行，赏赐已然送出，强行收回必会惹人非议，更会被贵妃父兄看轻。把贵妃的赏赐加重几分。啊！就说朕最新朝事，无暇看望贵妃，让她安心等待。奴才明白。贵妃有狸花猫，纯妃也有一只缅因猫。若注定变猫，为何偏偏是贵妃的狸花猫？若能化作缅因猫，便能亲近白月光，一解心底相思。一语成谶了。什么声音？烛光亮着，纯妃果然还没睡。娘娘，贵妃娘娘今天又得赏赐了，10几匹流光布，几匣子珠钗玉帛，还有一扇前朝留下的屏风。贵妃喜笑颜开，开了司库大赏宫人太监。咱们宫什么都没有，娘娘进宫也没带多少提己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是连赏赐宫人的钱都没了。娘娘，皇上是不是已经忘记您了？明明在登基前，皇上还亲口承诺过，娘娘是他唯一放在心上的人，现在怎么……好了，菊香，皇上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用意。朕费尽心思，抬高贵妃替朕当算计，纯妃竟全都懂朕。哪来的猫？猫怎么进主殿了？来人，快来人将它赶下去！小可爱，再在贵人面前乱叫，仔细着你的皮！朕受此屈辱，纯妃怎可坐视不理？菊香，去换层褥子，脏死了。是。纯妃她竟然如此厌恶猫吗？小可爱，以后再敢乱跑，我直接收拾你！张生宝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就给朕去！不行，无缘无故教训纯妃宫里的人，若传出去，定会被误解成朕在敲打纯妃。皇上，您这是需要奴才做什么？罢了，退下吧。纯妃若是不喜欢猫，跟朕直说便是。当初藩属国送宠，贵妃兴致缺缺，倒是她眼含期待，朕才费心给每人都送了一只。谁料她根本不是喜欢，而是厌恶。也罢，是个人就有自己的想法，她或许只是撒了一个小小的谎，朕还没那么小肚鸡肠。娘娘，这狸奴每天都在外面乱跑，上树钻洞的，身上脏得很。您千金之躯，还是别让他上榻了，免得脏了被褥。小猫咪嘛，活泼一点很正常。哪儿脏了？本宫瞧着可爱的紧呢。行了，你先去休息吧，这儿不用守着了。小猫咪，快看这是什么呀？幼稚，朕是皇帝，又不是真的猫。
朕才不想搭理他。抓到你啦，妈妈的小宝贝，让妈妈吸吸，使劲吸吸。大胆，成何体统，简直是成何体统！放开朕！原来是只小公猫呀！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！贵妃睡觉时怎么能穿得如此清凉？快看看，这些都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小玩意儿，喜不喜欢？哇，这些都是贵妃做的，贵妃还会做这些。那个猫窝看着好软，好舒服啊！皇上是不是不喜欢咱们的主子？进宫这么久，不仅没来看过，赏赐也没有。哼，皇宫里也都是一群看人下菜碟的小人，看贵妃得宠，全都凑上去捧臭脚。唉，可不，看咱们娘娘失意，御膳房上衣局全都来踩一脚，咱们宫里是越过越苦了。娘娘也很久没有赏赐咱们了，帮忙跑腿还得自己掏银子。你看到贵妃娘娘宫里的那只狸猫没？它的吃穿用度比咱们娘娘都好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朕做错了？朕想抬高贵妃，让贵妃去冲锋陷阵，以此庇护自己的心上人，可做得太过，纯妃的处境并不好。张圣宝，奴才在。不行，现在变卦，之前的苦心遮掩全都白费了。只要纯妃明白朕的苦衷，这就够了。既然不能明宠，朕得想别的法子补救。4品官实在太低了，若提成2品，可他并无显赫政绩，难以服众。若升为3品，那几个空缺，朕早就有别的安排了。皇上，匈奴来犯，边关急报，臣恳请出战，定要取那单于项上人头。不行，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此时绝非开战良机。皇上，匈奴如此猖狂，若不将他们彻底打服，边关百姓永无宁日。因此时退让，只会助长敌军气焰。老匹夫，朕说此事容后再议，退朝。张圣宝，去贵妃宫里。是。那个老匹夫敢在朝堂上顶撞朕，朕就要去敲打敲打他的女儿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子威严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接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在这深宫内院，贵妃的日子倒是过得比朕还要逍遥。好一个贵妃！朕在朝堂被那老匹夫顶撞，你竟在这内室逗弄猫，连头发都顾不得理。起来吧。茶水凉了，去换一盏。奴婢知罪，奴婢这就去。皇上终于来臣妾这里了，这些天臣妾真的好想皇上啊！怕不是全后宫的吃穿用度都集中到贵妃这里了，否则她怎么能把自己调养得这般丰润？就连朕的心上人纯妃，等等，朕是不是忘记给纯妃父亲升官了？全都怪那老匹夫扰乱心神。下来，规矩吃进狗肚子里了。臣妾只是想皇上嘛。知道你父亲今天在朝堂上说什么吗？臣妾不懂朝事，不论父亲说什么，肯定都是他不对。哼，他比那老匹夫懂事点。你父亲想出兵攻打匈奴，匈奴那么弱小，还需要出兵攻打吗？算了，对着一个草包敲打，倒显得朕没气量。皇上，今晚不留下来吗？看到贵妃这楚楚可怜的眼神，我为何不想走了？张圣宝，熄灯。这香怎的如此好睡？这视角，朕又变成纯妃那只免疫猫了。娘娘，打探清楚了，皇上今晚留宿在贵妃宫里了。娘娘，皇上明明说过，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
为君者多戏言，他今日喜欢我，明日也能喜欢贵妃。他的神色太悲凉，朕一时竟有些不忍继续看下去。把那只猫带过来。贵妃那日是最喜欢这只猫的，她掩饰得很好，但我还是看出来了。娘娘，所以哪怕我不喜欢猫，也使了手段让皇上将它送到我这里。纯妃还是那副柔柔弱弱的模样，说的话却让朕有些震惊。菊香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永远都只能是我的。皇上，您怎么了？纯妃，朕想起纯妃刚才那副阴狠的模样，只觉浑身发冷。怎么了？别怕，睡吧。他把朕当成了狸猫，强行将朕摁在怀里哄睡，幽谷兰花般的沁香扑鼻而来。想起刚才的经历，朕的心情十分复杂。朕想过贵妃是个两面派，和她的父亲兄长一样大权在握，桀骜不驯，却从来没想过纯妃才是最不可貌相的人。朕失眠了。皇上，你……皇上这黑眼圈，皇上龙体康健，臣等甚欣慰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两位将军，今日可还有事要奏？无事，无事。皇上要多注重龙体。朕好像在卖身求安宁。虽然纯妃欺骗了朕，但朕谅解了她，还给她父亲升了官，一个3品的闲差。要知道，朕是绞尽脑汁才定下这个职位，既风光又没有那么招眼，对得起纯妃父亲10几年如一日的平庸苦劳。今日圣旨已下，纯妃现在定是满心欢喜，朕得快去看看她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圣旨已经传到府上了。老爷升了正3品的太常寺卿，那可是真正的高位啊。3品，娘娘不高兴吗？高兴，一个3品闲差，表面上看着风光，实际上远离权势，我有什么好高兴的？那些实权阙位，皇上一个都没舍得给张家，这算什么恩宠？这分明是打发乞丐。朕为你谋划的安稳生活，在你眼里竟然只是打发乞丐？朕可是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个职位，他怎么……娘娘，这可是正3品的高位，宫里多少人眼红坏了，说皇上把您放在心尖尖上呢。心尖尖，皇上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还不是更重视贵妃？他娘家步步高升，他兄长今年才26岁，就升到了骠骑将军。朕真的很想亲口问问你，江家那2个老少匹夫，虽然平日里最会惹朕生气，但他们的功勋全都是自己实打实挣起来的。我父亲呢？我父亲在6部苦熬20多年，如今却只得了一个闲差。大年前，60大寿的镇国大将军深入敌营，被敌方将领砍了23刀。还有去年，骠骑将军胸口中箭，离心脏只差一点点，差点就救不回来了。我不服，父亲为了帮我在宫里站稳脚跟，求了多少门路？皇上若是真爱我，就该给张家实权，而不是这种虚晃一圈的体面。朕给他的已经是文官能达到的极点，纯妃父亲想升到拥有实权的官位，总得让朕看到点实际吧。娘娘，您瞧着吗？他竟然对着您露牙，这眼神瞧着怪瘆人的。连个猫都敢给本宫甩脸色，他这是在替他的主子教训本宫吗？养不熟的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！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滚开！不许传医！这就是朕宠了3年的女人。去贵妃宫里，立刻！啊，皇上，这都3更天了，朕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啊！皇上驾到！皇上要沐浴更衣吗？不必。那皇上是想先喝口茶，还是……就寝吧。
皇上，瞧着挺瘦削，睡起来跟头死猪似的。小猫咪，你说皇上这么累，为什么非要来后宫逞强呢？逞强？这那是……娘娘，皇上不是才刚，您怎么这会儿出来了？皇上睡了，本宫心里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娘娘，奴婢刚得的消息，纯妃娘娘的父亲今日在朝堂上正式升成了3品官。既然这么快就传到后宫了，朕倒要看看你江家权倾朝野，听闻正敌升官会是个什么狠毒心肠。3品也该升了。纯妃家那位老大人在4品官的位置上窝了7、8年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没生气。依我看，皇上既然那么宠他，就应该再给抬高点，给个2品甚至1品的实职才对。娘娘，您这是说什么胡话呢？您怎么还为纯妃说话呀？全后宫谁不知道纯妃那是故意装柔弱勾引皇上？如今她家得了势，头一个要踩的肯定就是咱们江家。本宫说的是实话啊。什么？难道贵妃竟然看出了朕的心思？她早就知道朕心悦纯妃，那她知道朕是将她立为挡箭牌，才故意给江家这么多恩宠的吗？要我说，依照皇上对纯妃那份情深意重，这3品官真的升低了。娘娘，您怎么还在替她说话？奴婢瞧着都替您委屈。皇上明明喜欢纯妃，却总是拿您当挡箭牌。入宫以来，您为他挡了多少算计？好墨竹，我不委屈，要委屈也该是纯妃委屈。他爹都升官了，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一个男人口口声声说喜欢她，行动上却又不肯施舍半丝恩宠，日子久了，看着我这儿花团锦簇，他那儿门可罗雀，你说纯妃的心态该多崩？听着这通透入骨的话，只觉后脊背发凉。哎呀，小猫咪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呢？快让妈妈吸吸。朕这个皇帝当得真够失败啊！自认为善解人意的心上人，不肯理解朕护他的好意。别动，让妈妈再亲一口。而朕一直提防，自认为愚钝嚣张的将军女，却看得比任何人都要透彻。翌日，朕借家眷入宫探视由头，特许江家父子进宫。朕肉身留守御书房，意识却依旧困在梨花猫躯体内。爹爹，哥哥，让朕看看这江家的顶梁柱到底是在密谋造反，还是和贵妃一样早就看穿了朕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快起来，这里没有旁人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女儿，你受委屈了。爹爹在边关，每想到你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里，就心如刀割。你老实跟爹说，是不是有人暗地里给你使绊子了？妹妹，瞧着你都瘦了。瘦了吗？我倒觉着她不仅气色红润，比从前更显珠圆玉润。乖女儿，你老实告诉爹，皇上私底下待你到底如何？爹，皇上对我很好，登基以来，他只进过我的寝宫。那纯妃呢？皇上对那个张氏到底如何？震惊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所有人都知道朕心悦纯妃？朕明明掩饰得很好，连在御书房写她的名字都要避开人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皇上从未去见过纯妃。当初皇上还没登基的时候，我就不信你没瞧见。那时候他哪次泛舟游湖，身边带的不是纯妃？怎么一登基，反而像是不认识这个人了？朕还是太不谨慎了。你从小都是最要强、最拔尖的贵女，现在皇上还肯顾忌着我荣宠你，等爹爹退下，你就要失宠了。爹爹放心，还有我呢，我会为皇上拿命去搏战功。我不求加官进爵，只求皇上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好好待妹妹。父亲，哥哥，朕是忌惮你们，在你们的心里，朕就这么无情吗？这枚虎符是朕心心念念想要收回的兵权，此刻却毫无欣喜，只剩满心晕霾。皇上，镇国大将军已然交了兵符出宫了，您怎么反倒蹙着眉？这兵符收回来，感觉朕倒成了那等薄情寡义之人。皇上忧心江山，大将军定能体谅。娘娘那儿，您可要过去传个膳。不去。
本以为会看到贵妃哭天抹泪、自怨自艾的场面。娘娘，老爷今日交了兵符，往后咱们江家。墨竹，父亲交了兵符，皇上应该就不用拿我当挡箭牌了吧？他怎么没有半分低落，反倒透着几分轻快？兵权没了，恩宠又也该散了。以后啊，他也能常常去看望纯妃了，我这儿总算能清静些。好，朕也很久没有去看纯妃了。小宝贝，以后就剩下咱们娘俩相依为命喽。我怎么越来越熟练了？咦，这不是纯妃娘娘宫里的那只猫吗？平日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贵妃看见毛团子，瞬间满眼欢喜，猫奴模样尽显。墨竹，快接住这小调皮！你就这么把朕交出去了？朕还没那一团重要。雪姑，雪姑，快来妈妈这里，这里有香喷喷的肉干吃哦，快来！原来这只猫叫雪姑，好乖呀，雪姑。那明明是朕的专享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别乱动，仔细摔了。雪姑，过来。好了，小家伙，快回你主子那儿去吧，去吧。雪姑，本宫叫你，你没听见吗？哼，可爱到底是可爱，分不清谁才是给他饭吃的人，见着点甜头就忘了本，平白给贵妃娘娘添了这么大麻烦，真是该死。娘娘，您瞧瞧他们那副样子，纯妃她说话也太难听了，什么叫分不清谁养的？她这就是在咒您呢。算了，娘娘，您就是太好性子了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我只是在想，但愿什么？贵妃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养不熟的东西，本宫没给你吃，还是没给你喝吗？为什么要跑出去？为什么要对着江家那个贱人摇尾巴？朕亲手接入宫的白月光，竟是这样一副烂透了的心肠。贵妃呢？皇上万岁！贵妃娘娘她在御花园，一早就去了。御花园？一个人去的？娘娘不让奴婢们跟着，说是心里闷得慌。皇上，不必行礼。朕听说你心情不好，特意过来找你。皇上，我害死了一只猫。你没害死它，害死它的是纯妃。它那么可爱，那么乖，如果不是我非要喂它肉干，它不该死的。若不是在那冷冰冰的偏殿里只能吃馊饭馊菜，他又怎会冒险跑出来觅食？皇圣宝，奴才在，请皇上吩咐。传朕旨意，纯妃张氏平日里伪善成性，实则蛇蝎心肠，行事阴毒，不堪为妃。即刻起将她贬为庶人，幽禁冷宫，无旨不得出。皇上，您别怕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是有人告诉朕，纯妃虐杀了朕送给她的猫，如此心肠狠毒之人，不配留在朕的后宫。她的目光落在朕那双扶着她的手上，像是被烙铁烫到一般，身体猛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张惨白无血色的脸庞，写满满心戒备与疏离。瞧见没？这都是这月第几回了？皇上除了御书房，就扎在贵妃娘娘这儿了。如今这满后宫的恩宠，如今可都聚在这一处喽。来，小可爱，看这里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拜见皇上。朕说了多少次，私下不必行此大礼。皇上龙威，臣妾不敢逾矩。对黎奴那般痛爱，可对朕为何如此？贵妃，你最近清减了不少，告诉朕，
你想要什么？朕把你父亲的兵符还给他，让你父兄重新执掌三军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父亲已经年迈，经不起沙场折腾了。兵符还是给更适合的将领吧。求皇上开恩，饶了臣妾一家。起来吧，朕不过随口一问，难道是因为朕对纯妃的惩罚太过残忍，她才如此害怕朕？可纯妃不知满足，对贵妃不敬，更是那样狠心地对待那只缅因猫。朕仅仅是贬她为庶人，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。这宫里，朕唯独不想让你怕朕。朕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朕如今守着你，什么也不做。皇上，您看臣妾一眼啊！大胆庶人，冲撞圣驾，还不快拉下去！皇上，你登基前亲口承诺过，说我是你这辈子最心爱的女人。妾到底犯了什么错，能让你这么狠心对我？是因为那只猫吗？为了一只猫，你就要毁了咱们的情分吗？你虐杀雪姑时，何曾想过朕的情分？难道那一年在寺庙发生过的事，您全都忘了吗？你终于醒了。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寺庙后山的禅房，你跌落悬崖晕倒了。是你救了我吗？对啊，为了救你，我守了一整夜。皇上，当年的恩情换来今日的绝情，若皇上真的全都忘了，臣妾也永远不会再提这件事。您就当那个救您命的张氏已经死了吧。皇上，您这事关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若是做得太绝，传出去恐怕有损圣明啊！朕脑海中交替浮现张氏幼时柔弱模样与恶行，理智被反复撕扯，朕心头骤然刺痛，似被生生剜去一块。朕没有忘，看在你曾经救过朕的份上，朕负你美人位分，你父亲的升迁也不会受任何影响。但给朕记住了，从今往后，你都不可能再往上升了。这美人之位就是你的终点。张圣宝，带走。纯美人，走吧。贵妃，张氏当年在寺庙确实对朕有救命之恩，朕想着总要给他留最后一份颜面。皇上不必说了，臣妾都明白。他竟然没有丝毫介怀吗？眼底一如既往的清澈。番邦进贡的东海明珠10对，蜀中锦绣白匹，波撒金座屏风一扇，赏贵妃娘娘。臣妾谢恩。贵妃，这些可还喜欢？只要你想要，朕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搬来。臣妾多谢皇上隆恩。贵妃受了好多。贵妃望向狸猫时都这么温柔，为什么不能对朕也这么温柔？夜深人静，朕的意识再次附身于狸花猫体内，依偎在贵妃怀中。墨竹，我好怕。娘娘，这河宫上下谁不眼红皇上对您的荣宠？您怎么反倒怕起来了？你不懂，这荣宠越盛，我这心里就越冷。你说皇上对我越来越好，他是不是想彻底对我家下手了？娘娘，你要往好处想，或许皇上是真的喜欢您，想跟您一心一意过日子呢。不会的，他喜欢的是纯妃，全天下都知道他为了纯妃能做到什么地步。父亲已经交出了兵符，可皇上还是日日留在这儿。他当初能为了保护纯妃把我立成挡箭牌，如今他无缘无故对纯妃那样心狠，是不是想要让我们江家彻底放松警惕，好一网打尽？什么？原来贵妃是这样想朕的吗？朕如今身为天子，何至于窝囊到要靠演戏来对付自己的女人？更何况如今朕是真心喜爱贵妃，她竟然……墨竹，这深宫里的恩宠，从来都是杀人的刀啊！说到底，都是朕不对。若不是朕有眼无珠，自以为是的布下这局中局，也不会让贵妃忧心至此。两位将军，这些日子辛苦了。如今税收尽数入库，国库十分充裕。之前你们父子二人屡次上书说要攻打匈奴，那会儿朕顾虑粮草，如今时机已到，这平定北疆的重任交给你们父子，如何？末将遵命，定不负圣恩。
走，去贵妃那儿，朕有个大好消息要亲口告诉她。是。贵妃，朕今日送了你父兄一份大礼，朕让他们带兵攻打匈奴去了。你且放心，等得胜归来，你父亲已是位极人臣，生无可生，朕便奖些金银让他养老。至于你兄长，朕定能让他再往上升一升。皇上，皇上，求求你，求求您让我的爹爹和哥哥安全回来。只要他们平安，臣妾怎么伺候您都成，求求您了。你今晚的百般讨好，竟然是为了你父兄的命。你的心里，朕派他们出征，竟然是要他们去送死。皇上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您还要回御书房？走。皇上，整整2个月了，您除了批折子就是合眼打个盹儿，您这样何苦呢？哪怕是去贵妃娘娘那儿坐坐，换换心情也好啊。住口，朕还要批红。退下。这2个月，朕没踏入过贵妃宫殿半步，朕不停地用这些冰冷的奏折麻痹自己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不去想她那充满怀疑和惊恐的泪眼。皇上，快传太医，皇上病倒了。张氏的寝殿，朕懒得理会他，只想去往贵妃宫中打探近况。菊香，打听清楚了吗？皇上这回病得重不重？说是急火攻心，正昏睡着呢。不过皇上这都2个月没进过贵妃的门了。皇上终于厌弃贵妃了。你说我现在若是去皇上的病榻前不眠不休的服侍，他醒来第一眼瞧见我，是不是就能想起我的好处了？哼，想得美。那是自然。娘娘与皇上这么深的情谊，皇上肯定会重新宠爱娘娘。贵妃那个蠢货占着位子又如何？那年寺庙我能抢走她的功劳，今日便能重新将皇上从她身边抢过来。抢走贵妃的功劳，什么意思？可不是吗？谁能想到当年在那破庙里真正救驾的人，竟会是贵妃娘娘？奴婢每每想起都觉得悬。娘娘，当年贵妃娘娘路过寺庙，只是心善，让随身的护卫和附近的大夫救了皇上。幸亏她自始至终没有下过马车，否则哪有咱们今日的富贵？什么叫她没有下过马车？所以这一切都该是我的命。我在那禅房外看准了时机冲进去，那就是我的命。既然抓住了时机，我就绝对不会再让她挑走。朕宠了10年，护了10年的女人，竟然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张圣宝，奴才在，皇上您醒了。去查，传朕密旨，调动所有暗卫，去给朕查清楚，当年在寺庙到底是谁救了朕？每一句话，每一处细节，朕全都要知道。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，奴才这就去。若是真的，张氏，朕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说，回皇上，暗卫查得清清楚楚，贵妃娘娘家的护卫，还有当年寺庙附近的那位老郎中，供词一字不差。奉江家小姐之命，救治坠崖少年，包扎伤口，送回禅房。是，当时天色已晚，江家规矩极严，贵妃娘娘甚至没来得及下马车见您一面，就匆匆赶回京来。如此，那竟然是这样！那张氏当时就在禅房外躲着，目睹了全程。等江家的人一走，他就凑到了窗边等着您醒。朕护了10年的救命恩人，竟然是个冒领功劳的毒妇，而朕真正该报恩的人，却被朕拿来当了10年的挡箭牌。张圣宝，奴才在，传朕旨意，美人张氏欺君罔上，罪大恶极，剥夺位分，贬为庶人，立刻打入冷宫，不必等他生变，直接送去鸩酒。朕要他立刻死。遵命。朕现在只想去贵妃宫里，10年的错位，10年的冷落，朕要亲口告诉他，原来那年救朕的人一直都是他。皇上，北边800里加急，北边传来战报，郑国大将军和骠骑将军，他们说什么？大军遭了匈奴埋伏，2位将军在乱战中为保主力撤退，双双坠入激流，如今不知所终。落水，贵妃该如何自处？朕又该如何面对他？先回御书房，告诉宫里的人封锁消息。记住北边的事，
谁要敢在贵妃面前露出一个字？皇上，可这消息传得快，娘娘那边若是已经知道，该如何是好？贵妃，皇上，我爹爹和哥哥真的战死了。没有死。贵妃，你听朕说，他们只是落水，只是暂时找不到了。朕相信两位将军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们一定能班师回朝的。你信朕？你骗我！你是故意的，你一直忌惮江家的兵权，你故意还回兵符，故意让他们远征，你就是想让他们战死。我早该猜到这一切的。贵妃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朕从未想过要他们死。皇上若真的不放心我们江家，臣妾愿以死明志。不要！皇上吐血了，快传太医！皇上，朕昏迷了3天，这3天，朕的意识始终被困在狸猫的身体里，眼睁睁看着这一切。娘娘，您就喝一口吧，皇上还没醒，您要是倒下了，老爷和少爷的公道谁来讨啊？贵妃，朕要怎么做，你才肯相信朕？朕真的没有害过你的父亲和哥哥，难道当初朕决定把兵符还给江家，真的错了吗？醒了，皇上终于醒了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皇上，边关大捷，边关大捷啊！镇国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不仅没死，反而将计就计，引诱匈奴督兵深入，打得敌军措手不及。如今已深入敌营，亲手俘获了匈奴王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将计就计，好一个江家父子！快，张生宝，备轿，把这个好消息传给贵妃。不，朕要亲自去说。皇上，太医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您心脉受了重伤，非得卧床静养啊！闭嘴！江家父子活过来了，贵妃的心就能活过来，朕一刻也等不了。贵妃，镇国大将军和骠骑将军没死，他们打胜仗了，他们没死。他们不仅打退了匈奴，还深入敌营俘获了匈奴王，现在全军班师，已经在回朝的路上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捷报刚入京，朕已经传旨下去，令三军原地驻扎休整。由你兄长亲自护送匈奴王回朝，朕最开始是忌惮你父亲的战功，朕不得不承认，朕身为帝王确有私心。朕收回兵符，也只是想让他老人家卸下重担，回京颐养天年。后来朕又把兵符还给他，不是为了害他，而是朕想让你开心。朕想让你明白，朕不想再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挡箭牌。朕想让你不要那么抗拒朕。那张氏赐死张氏，是因为他不仅欺君罔上，更是蛇蝎心肠。10年前朕坠落山崖，是你救了朕。张氏冒领了这10年的功劳，骗了朕10年。朕本想好好保护他，可他却不知满足，竟然害了朕送他的那只猫。种种因果，才让朕决意赐死他。贵妃，朕待你的心意，你可以不明白，但你不能再误解朕，更不能用命来惩罚朕。我要亲眼看着爹爹与哥哥回来，我要看着他们活着进城，否则臣妾的心死也难安。好，朕陪你一起等。皇上，娘娘，快看，地平线上起尘烟了！看见了，是大将军，还有小将军，他们没死。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幸好
小家伙，自打朕跟贵妃把话说开了，倒是再没去你身体里借宿过。看在朕曾经用过你身体的份上，朕今日便赏你个名分，封你为猫太子，如何？如此祥瑞之寿，也该替朕和贵妃在老天爷那儿美言几句，保佑朕能早日儿女成群。猫太子，哎呦，这可是天大的恩赐，保准让皇上如愿以偿。皇上，臣江某今日特来上交兵符。朕这岳父已经这么老了吗？操劳了一辈子，也该好好养老了。放那儿吧，再让他先在战场上拼命。别说贵妃，朕这心里也受不住。皇上，贵妃还在闺阁时，臣对她太过骄纵，总觉将门虎女就该那般性子，是臣没有教养好，才让她入宫后行事如此鲁莽，顶撞圣驾。臣今日交出兵符，只希望皇上看在臣这张老脸的面子上，能谅解贵妃过往犯的错，莫要再计较。岳父多虑了，放心吧，朕跟贵妃现在好着呢。还在怕朕？阿饶，我爱你。没关系的，贵妃，不用着急回答我，朕会让你知道，朕的心里只有你。就从1个月之后的皇后册封仪式开始吧。与贵妃心意相通，误会尽解之后，皇宫里的日子是如此舒适安宁。贵妃，有你在真好。如今江山渐稳，人心归序，朕欠他一场名正言顺、举世皆知的胜利，欠他一个稳稳当当、无人可欺的后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为乾坤定位，礼制幽昭，封贵妃姜氏为皇后。皇上，臣妾何德何能，怕是做不好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朕的皇后只能是你，我爱你，你真的很善良，很美好。那皇上不许再骗臣妾，不许再让臣妾惶恐，不许让爹爹和哥哥身陷险境。朕以地位起誓，此生不负你，不负姜家。贵妃姜氏贤良淑德，左于幽禽，心系百姓，可立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皇后娘娘登位，百官朝贺。臣妾姜氏婉饶，谢陛下隆恩，愿恪守本分，安定后宫，辅佐君王，此生不负，至死不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当皇后好累，还要站很久，说话也要仔细规矩。往后所有规矩，朕替你挡着，你只需要开开心心，陪着朕就好。张圣宝，朕册封梨花猫为猫太子，享亲王规制俸禄，吃穿用度皆由御膳房与上衣阁专人打理。是。我的小宝贝，你是全天下最尊贵的猫咪啦！陛下，听说皇后娘娘很喜欢猫，这次来是专门献上这只猫的，希望皇后娘娘喜欢。张圣宝，去把猫抱过来。张圣宝，你说皇后娘娘会喜欢这只猫吗？她会不会因此想起雪姑而伤心？陛下，皇后娘娘应是会喜欢的。皇上，
猫咪取名字了吗？取名为团圆吧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团团圆圆。好。皇上，你看，猫太子当爹爹了，这么多小猫咪，好热闹呀！皇后，我们也该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！皇后娘娘有喜，脉象强健，乃是祥瑞之兆。好啊，好啊！哈哈哈，朕的皇后，朕有孩子了。张圣宝，皇后孕期，免除所有晨昏定弦与后宫事务。太医院每人派3位太医轮流请脉，御膳房每日烹制滋补膳食，宫人12时辰轮值伺候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是，陛下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这几日身子不爽利，您看。皇后孕期反应剧烈，朕看着十分心疼。皇后，这次的鸡汤还可以吧？皇后，你辛苦了。皇上，朝政要紧，你不用总陪着臣妾。朕就盼着我们的孩子呢，怎能不放在心尖上疼？皇后生产那日，我紧张的在门外踱步，听闻皇后痛楚叫声，朕的心如刀割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，是龙凤胎！一位小皇子，一位小公主，母子平安，母女平安。婉柔，辛苦你了，真的辛苦你了。是儿女双全。朕宣布，册封皇子为皇太子，赐名赵成锦；册封公主为安乐公主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珠宝无数。皇上，太夸张了。不夸张，你为朕生下龙凤胎，受再多恩宠都应当。今日太子满月，加封镇国大将军为中武亲王，赐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，京城王府1座，无需上朝议政，无需理会军务，安心颐养天年。臣谢陛下隆恩，臣此生再无遗憾。岳父一生为国，劳苦功高，如今该安享晚年，含息弄孙。而骠骑将军年少有为，骁勇善战，在边关屡立战功，深得军心民心。朕册封你为镇国大将军，执掌天下兵权，镇守边关。谢陛下，臣定不负陛下重托，镇守边关，护大赵河山，护后宫皇室平安。不久之后，朕亲自为新镇国大将军赐婚，迎娶名门闺秀林氏为妻。林氏温婉贤淑，二人琴瑟和鸣，次年诞下子嗣。苏家子嗣兴旺，满门荣耀，再无后顾之忧。皇后还是如此可爱。皇太子赵成锦，天资聪颖，年少有为，文武双性，心怀仁善，深得朝野民心，性情沉稳随帝王，心怀良善随母后，体恤万民，温润有度。这一晃便是18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是啊，成锦年少有为，沉稳有度，兼具风骨与仁善。还是你教得好，他体恤百姓，谦和无骄。倒是安乐被你我宠得无忧无虑，性子活泼烂漫，和你年少时一样。女儿心性单纯，只求自在，求亲之人众多，我舍不得她远嫁。我早已想好，为他择温润清白世家少年，京城赐婚伴在身边，一世安稳无忧。还是陛下想得周全。奈何18年光阴匆匆，我们早已两鬓天霜，只想与你长长久久。纵使岁月流转，只想朝夕相伴，便已知足。
诸位爱卿听旨，朕登基20-30载，承蒙众卿辅佐，天下安定，四海升平。皇太子赵成锦仁孝贤德，文武双全。朕今日当众禅位，传位于太子赵成锦。往后我卸下帝王之位，与皇后离宫归允，云游四海，不再过问朝中政事。陛下万万不可！陛下正值盛年，万万不可舍弃帝位啊！父皇，儿臣年纪尚轻，阅历浅薄，根本无力执掌偌大江山，恳请父皇收回成命，继续主持朝政。成锦，父皇心意已决，绝无更改。你聪慧仁德，心怀万民，定能守住大要盛世，护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儿臣明白父皇心意，定不负父皇重托，誓死守护大要江山。好，朕便放心将万里江山交于你手中。儿臣定勤政爱人，稳固朝纲，护盛世永存。父皇母后，你们要常回来看看安乐，看看宫里的猫咪。安乐会听话，会好好照顾他们。安乐乖，母后去看遍山河，回来给你带好玩的小玩意儿，讲一路的趣事。乖女儿，父皇母后定会常回来看你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猫咪，莫要牵挂。父皇母后一路平安，儿臣定守好大道江山，护百姓，护妹妹，护江家众人。等父皇母后归来，朕信你。记着，为政以百姓为念，勤俭爱民，莫负天下，莫负初心。儿臣谨记。锦儿，你长大了，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妹妹。我与你父皇为你骄傲，也可以慢慢考虑考虑自己的皇后人选了。是的，母后。乖乖留在宫里，安乐会好好带你们。从此，我们不是帝王皇后，只是寻常夫妻。只做彼此的婉饶与夫君。夫君，江南真的好美，臣妾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致。婉饶，那我们便在这住个1年半载，再去你想去的下个地方。现在的生活也太惬意了。婉饶，天涯海角，咱们永不分离。夫君，我想吃莲藕排骨汤了。店家，1份莲藕排骨汤，2碗馄饨和2碟小菜。好嘞，2位客人里面请。夫君，这个莲藕排骨汤好喝，这个馄饨也好吃，皮薄馅大，鲜香可口，你快尝尝。属实美味。夫君，我们去塞北看看吧，我想看看那边的沙漠草原。好，明日咱们就启程。得妻如此，此生无憾。太上皇、太皇太后、猫太子和团圆没了。回宫。参见父皇母后。起来吧。锦儿，如今的天下你治理得很好，你和皇后感情看着也不错，我很欣慰。宁儿，如今你和锦儿都已有了孩子，要好好教养。是，母后。与家人们告别后，继续我们的旅程。这次我们将去往东方，去看看雪和极光。岁月流转，时光匆匆，
几年的时间，我们走过了大药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终于回到了最初相遇的地方。这一生有你相伴，看遍山河，真好。庆幸能与你岁岁年年，人间最好时节，不过是你在身边，岁岁偿还，不离不弃。